北戴河会议接近尾声之际，传出重磅消息，习近平和反习派达成协议，由前中共政协主席汪洋临危出山，代理总书记。爆料说，汪洋当着习的面甩出4条改革方案，外媒甚至放话习下汪上。美国情报圈重量级人物也警告，中共正在发生权力更迭。这只是流言，还是正在发生的事实？如果是真的，北京的权力棋局或许已经被掀翻，而下一步将是中国政治20年来最大的转折。您好，欢迎收看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主持人邵峰。自媒体小说家近日爆料，在北戴河会议期间，汪洋当着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面，提出4项深刻改革建议。1. 重新选举中共政治局委员与常委。汪洋指出，中共20大人事安排违背党章程序，建议在中共4中全会上重新选举，重建制度合法性和代表性班子。2. 拟定领导职务任期与交接条例。汪洋提出，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不得超过2届，总任期不超10年，接班梯队应提前5年启动，以防权力僵化。3. 恢复集体领导决策机制。汪洋主张，重大国家安全、军事、经济决策必须经常委表决，规范个人临时决策许可权。4. 党内选举制度改革。汪洋建议差额比例不低于 30%， 设公开政见答辩、匿名投票环节，提升党内民主质量与透明度。汪洋强调，不能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个人意志，而要依赖稳健透明的制度保障长治久安。针对此事，外界普遍认为，不管消息真假，它都反映了百姓对当前政权的厌恶，以及对政治改革与变革的期待。他与前中共总理李克强不同，学历不高，也没上过大学，是从基层中一步步爬上来的，但他的改革观点比李克强更深刻。小说家还表示，汪洋赢了，得到了美国媒体的认可。纽约邮报的背书习下汪上。习下汪上也并非是空穴来风，早在2025年夏，北京政坛传出一系列罕见信号，就引发外媒高度关注。自今年5月底以来的异常现象尤为明显，习近平公开露面频率骤减，外交会晤低调，军队高层频繁调整。观察人士认为，这一系列变化可能反映中共中央权力结构正在悄然重组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汪洋、团派人物与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成为各方目光聚焦的焦点。海外媒体、党内消息以及军事观察人士纷纷传出消息，习近平或将在近期退位，而汪洋可能成为党内权力平衡或核心协调者。北京虽如期举行北戴河会议，但习近平高层重磅人选接连出事，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、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杨友斌相继被调查，国营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传出调查传闻，而习近平办公室主任韩世明甚至被曝遭军方抓捕。这一系列事件显示，反习派与习派争斗白热化，高层人事动荡不断，核心权力体系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冲击。早在5月30日，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，接待规格明显低于往年，仅在小型会议厅进行，出席人员稀少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党媒报道中习近平出现次数明显减少，而集体领导、团派代表活动则增多。过去常年固定出现在头版的照片和报道，此时大幅减少，这在历年的党报历史中并不常见。与此同时，部分中共军方高层出现调整，多名将领被免职或退休，其继任者多为非习系官员。这种人事变动被外界视为潜在权力重组的信号。北戴河会议期间，海外媒体和部分党内消息人士传出，习近平正在考虑渐退位，部分职责将交由核心同僚承担，而汪洋作为团派核心人物，被认为可能成为权力平衡或接班的关键节点。6月28日，纽约邮报发表一篇分析文章，
对北京近期出现的多项异常现象进行了深入解读。文章指出，近几个月来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公开露面频率明显下降，尤其是在外交会晤、重要会议和公众活动中的出现次数减少，引发外界广泛关注。同时，北京的安保措施出现异常强化，包括重点区域的交通管制和安全部署升级，以及军方高层出现调整和退休潮。这些变化在观察人士看来并非孤立事件，而可能反映党内权力结构正在悄然重组的信号。文章援引多位前外交官和中国事务观察人士的观点，推测习近平可能会在2025年8月召开的中共全会上退位，或至少转任礼仪性职务，将实权逐步交由核心同僚掌握。分析指出，这一过程中，团派核心人物汪洋可能成为党内权力平衡的重要节点。他长期以温和务实的风格著称，主张政策连续性、稳定党内派系关系以及稳妥处理社会矛盾，这使他在潜在的权力交接中显得格外关键。美国前国安顾问福林6月27日在 X 平台上发文示警，注意，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，并附上中共3名高层的照片，引发热议。福林是美国的一位退役军人，曾任美国陆军中将、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，他还是美国总统川普第1任期的首任国家安全顾问。6月27日，福林突然在个人 X 平台上发文表示，注意，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，中国观察家需要密切关注中共主要成员，尤其是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信心丧失。他示警，中共领导层更迭的后果是巨大的，务必注意。此外，福林还在 po 文中贴出丁薛祥、陈吉宁、张又侠3人的照片，引发联想。其中摆在 C 位的是丁薛祥，被认为是否暗指其可能接任总书记。福林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、国安顾问，身为美国军界、情报界的要员，爆出中共权力正在更迭的消息，被认为爆料可信度较高。其实，近来习近平失势，中共权力恐更迭的传闻甚嚣尘上。除了汪洋之外，丁薛祥也被爆出是竞争中共总书记的可能人选。下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究竟会是谁？是团派核心汪洋上位，还是习近平亲信丁薛祥出任？各方猜测不断。在中国政治环境高度封闭的背景下，媒体和内部人士的暗示往往被视为权力布局的重要参考。汪洋可能成为接班或核心协调者，并非偶然。综合多方因素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、团派核心地位与派系平衡。汪洋在团派中资历深厚，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人脉资源，使他在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。权力交替往往需要派系间的平衡，团派在经济和民生政策上有话语权，而太子党、红二代则掌握集权力量。汪洋上位能够调和派系矛盾，确保党内稳定，避免权力过度带来的冲突。二、温和务实的政治风格。汪洋擅长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政策落地。乌坎事件显示，他能通过沟通、政策调整和基层参与，实现矛盾平稳解决。这种风格与集中权力、强硬路线形成互补，使党内权力过渡更平稳。三、丰富的治理经验与技术官僚背景。汪洋曾主管地方经济、中央政策及政协制度化工作，治理经验涵盖经济、社会、外交和政策落地。技术官僚背景使他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平衡政策、派系和社会需求，比单纯依赖权力资源的领导更适合权力交接。在中央，汪洋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，主管经济和民生事务，推动政策落地。他注重技术官僚治理模式，强调制度化管理和专业化决策。2018至2023年，汪洋担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，主持政协制度化协商和政策落实，同时参与对外交往，倡导温和务实的外交策略。
汪洋长期主张市场化、分权决策和温和外交，是团派中资历深厚的核心人物。其政治风格务实低调，注重制度化和协商，适合在派系复杂的党内环境中发挥稳定作用。汪洋195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，早年在基层食品厂工作，担任车间负责人。这段基层经历塑造了他务实低调的性格，使他能够在复杂的组织环境中灵活应对。汪洋的地方任职经历丰富，他曾任安徽铜陵市市长、安徽副省长，主管地方经济政策。2005至2007年任重庆市委书记，推动城市经济改革和基层民主试点。在重庆期间，他着重关注民生和社会治理，积累了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的经验。2011年，广东乌坎事件成为汪洋政治生涯的重要节点。乌坎村因土地征收不公引发抗议，村民堵路拉横幅表达诉求。事件发生之初，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传统强硬手段一度使局势紧张。汪洋接手后，采取温和务实方式：一、沟通协调，直接与村民代表会面，听取他们对土地征收和补偿的意见；二、政策调整，支持村民依法选举村干部，并调整土地补偿政策，保证村民基本利益；三、舆论控制，适度开放媒体和社交渠道，使信息透明化，同时避免局势失控；四、结果导向，事件最终平息，村民与地方政府关系得到修复。乌坎模式被学者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示范。乌坎事件展示了汪洋的温和改革派形象，也为他在党内赢得了化解冲突、稳妥处理社会矛盾的口碑。结语：综合来看，习近平退位的传闻以及汪洋可能上位的迹象，既有历史规律的影子，也体现出当前中共中央对政策连续性、派系平衡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。汪洋的温和务实、技术官僚背景以及团派核心地位，使他成为党内权力交接中的关键人物，而未来几个月将是观察北京权力格局变化的关键窗口期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